你还要录多久啊？我要开始了啦。Hello， 大家好，我是 Stella。现在呢是转职潮，但是相对来说也是一波失业潮啦。不过大家不用急着担心，也不用绝望，因为今天就要教大家如何申请失业给付，还有他的双胞胎好兄弟职业训练生活津贴。那就先从失业给付开始说起吧。失业给付呢是给有意愿继续工作，可是暂时没有工作，帮助你度过难关的一笔费用。那失业给付需要有什么样的资格呢？首先你一定要是非自愿离职。再来呢，就是你这份工作的前3年的保险年资一定要总计一定要满1年。再来呢，就是你一定要去就业服务处登记，并且呢，你在登记的那一天算起后14天，你都一定不能有工作。所以说，如果呢你已经拿到 offer 了，或者是你是自己签自愿离职的，这些呢都不是在资格范围内。那确认你都有符合资格以后，接下来我就要讲超详细的流程，还有一些我个人建议。那去就业服务站之前呢，你要先确认你已经携带以下物品，就是你的身份证、你的非自愿离职书，还有你的存折。这个存折就是说你申请了这个失业给付会汇到哪个账户的那一本存折。再来呢，以下这个是可带可不带的，那就是户籍誊本。那户籍誊本要做什么呢？如果说你家中有你的失业配偶，或者是你还有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那你就要携带户籍誊本或者是其他的证明一起到就业服务处做申请。确认东西都有带齐了以后，就可以前往就业服务处了。以下是个人经验，就业服务处最好选一间离家近的，因为你接下来还要持续的来回跑很多次。再来呢，如果就业服务处是9点开的话，8点半就到，好不好？因为呢，现在就是经济可能比较不景气，真的排队的人真的是超级无敌多。如果你早到一点的话，那在办理业务的时间呢就可以稍微短一些。那你进去以后呢，热情的员工呢就会来帮你确认你的业务。再来呢，就是他会给你一个服务评量表，这个是每次去都会有，主要就是在说你觉得他们的服务如何啊，或者是哪里需要改进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第一次去最重要的就是拿到一个职务推荐申请表，然后还有一本职缺的小本子。然后你会根据这个小本子里面的代码填写大概1到3个你比较喜欢的职位，然后填到那张申请表上面。但这样子服务人员就可以根据这张申请表帮你开推介卡，然后它上面会有符合你的条件。就假如你说你想要一个薪水大概3万5的工作，然后尽量呢能在新北市，然后主要呢可能是做业务，它会根据你的需求尽量在台湾就业通上面找符合的条件，然后帮你开一张推介卡。接下来你要做的动作呢，就是在7天内根据那个推荐卡上面的公司联络资料做履历投递。你投递完履历以后，其实就已经 OK 了，不用等到雇主回应，就可以把推荐卡的回函交给原本的就业服务处。但接下来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在你去就业服务处登记后的14天的当天，你必须要再回来原本的就业服务处一趟。这个动作就是主要确认说，你是不是真的就是没有工作啊，也没有去任何地方报到，主要就是再次确认你是不是还是处于失业的状态。所以呢，大家在这时候就是尽量不要出国，不要出去玩啊，现在也不能出国了。那讲到这里，你就会好奇啦，那到底这个金额是多少？那时间又可以领多久呢？金额的算法是这样的，你离职前6个月的月平均投保薪资，再乘以60%，然后是每个月发放给你，所以它不是一大笔这样直接一包丢给你。那时间可以领多久呢？一般人的话呢是6个月。那如果呢你已经年满45岁，然后非自愿离职失业了，或者是你领有身心障碍手册的话，最高呢是可以领到9个月的。好，那讲到这边可能还是有点不懂，不然这边举个例好了。如果说有一个 A 先生呢，他失业前呢还是薪水是3万块的，那依照劳保的薪资投保，大概是在第8级，那应该投保金额是30300元。那如果说以这样算的话，30300元乘以0.6的话，就是18180元吧，我应该没算错吧？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他第一个月就是领到这个18000块
块多这样子。那一开始也有提到嘛，说你可以携带户籍誊本来证明你是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或者是你的配偶也是处于失业状态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每多一位是可以加计10%的，那最多就是2位，也就是20%。好，那以上呢就是第一次的请领过程。那如果说你第2个月还是很不幸的没有顺利找到工作的话，那接下来你这个步骤都叫做失业再认定。那你一样呢，就是要去就业服务处，那一定不要忘记携带你的身份证。除此以外呢，还要携带2次以上的求职记录。这个2次以上的求职记录啊，不包含数字网、人力银行的已读，好吗？那个厂商已读是不算的。你一定要呢打电话或者是 email 问说，你到底是为什么没有录取上？你一定要问到原因，然后填在这就业服务处提供的回函上面。当然你也要知道，就是跟你接洽的人资或者是主管是谁这样，因为这些都是需要填写的资料。然后还有呢，就业服务处会给你一个就业保险再认定收支联，这个也是要一起去携带过去的，才可以请领第2笔、第3笔，那以此类推，都是这样子申请。好，那失业给付就告一段落了。可是如果你很不幸的工作未满1年就被资遣了，或者是公司就倒了，那这边还有一个机会可以提供给你，那就是他的双胞胎兄弟职业训练生活津贴。那为什么说是双胞胎兄弟呢？那就是他们申请的资格条件真的是很像啊，一样呢就是要带非自愿离职书，那一样呢你一定要去就业服务处报到做登记，那一样呢你登记的那一天的往后14天都一定没有工作，你没有拿到 offer。那他们差别呢就差在说，职业训练生活津贴虽然呢你不用工作满1年，但是呢你一定要参加政府规定的全日制职业训练。全日制的定义我附在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接下来我是想要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经验谈啦，因为这个课呢其实是开的是偏少的，可是申请的人好多，所以它的流程设计上面会比较繁杂一点，因为他想要严苛的挑选出真的很需要这笔钱，然后又对课程有兴趣的人。除了你要在就业服务处和就是开课的学校2地来回奔波好几次以外，你还要参加开课学校的课程甄选。对，人就是多到这个程度，你必须参加甄选啊、考试啊、面试啊，才能上这门课。而且要特别注意的是呢，这个补助呢只补助你正在上课期间的费用。所以说，如果说你已经失业5个月了，可是呢你入选的这门课只有1个月，那你猜补助是多少？没错，是1个月，不是像失业给付那样，你失业5个月就补助你5个月，是你上课只有上1个月，对不对？那我就只补助这个月。所以不要为了一个课程就放弃其他的面试机会或者是录取通知。所以呢，我的建议是，如果你真的刚好想要休息一阵子，又刚好看到自己非常喜欢想要学习的课程，那么就去申请职训生活津贴吧。不管是失业给付还是职训生活津贴，我都不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个当做一个收入来源，因为这只是帮助你暂时度过难关的，而不能成为你一个偷懒的借口。就像是失业给付呢，它还有一个鼓励你提早就业的奖金，也就是说，如果你顺利的就业，它还会再给你一笔钱。那这个算法我等一下会提供在留言处，大家也可以仔细想想，怎么样对你来说是好处最多的，我也会一并提供我的看法给各位。最后呢，就祝大家找工作顺利。来，顺子，我们跟大家说找工作顺利好不好？不要啊，不要那么小气嘛。干嘛啦？很小气耶！你除了呢要在开课的学校，你在干嘛啦？你除了要在开课的学校，还有就业服务处这边来回奔跑以外，